一名韩国女子惨遭中国男子杀害分尸，遇害过程中她曾紧急报警求助，但由于韩国警方玩忽职守，就这么错过了最佳的救人时机，间接导致了这场惨剧的发生。有部翻拍真实案件的刑侦韩剧叫 Voice， 其中就收录了这起案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当年轰动韩国的水源杀人分尸案。4月1日是众人皆知的愚人节，然而在2012年这一天，命运跟一位花样少女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起初可能只是一起性侵案件，可谁能想到由于警方的失职，最终竟演变为一起碎尸惨案。韩国警方在这起事件中的不作为，致使其成为惨案的助推剂。事件一经爆出，立刻激起韩国民众的怒火，谴责之声铺天盖地。2012年4月1日晚上10点多，家住京畿道水源市的郭小姐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郭小姐时年28岁，在家手机分包公司做临时工。她微薄的工资既要承担父亲的债务，又要照顾母亲和弟弟，日子过得疲惫不堪。此时的她一心只想早点回家，但她并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逼近。同一时间，一名叫吴元春的男子在家喝醉酒后出门倒垃圾。吴元春出生于中国内蒙古，是朝鲜族，时年42岁。他在国内呢有妻子有儿子，此前在老家主要是务农和打零工。2010年5月开始在韩国水源池洞工作。当天晚上可能是酒壮怂人胆的缘故，他脑袋里突然蹦出性侵女性的想法，然后就靠在门边不远的电线杆上，一边抽烟一边物色猎物，守株待兔，等着落单的女子经过。大约过了20多分钟，时间来到10点40分左右，郭小姐刚好从这里路过。吴元春像饿狼一样突然扑向郭小姐，将她死死钳制在胸前，捂住口鼻，强行拖进自己的出租屋内。吴元春先是对郭小姐一顿暴揍，紧接着撕扯她的衣服进行猥亵。可出人意料的是，吴元春并没有马上实施性侵，而是转身打开出租屋门走了出去。郭小姐也不敢贸然冲出去逃跑，她瞅准时机，迅速锁上门，紧接着拨打报警电话求救。此时时间是10点50分，距离她被强行拖进房间仅仅过去了10分钟。而这通报警电话也成了点燃民众怒气的导火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通电话录音的内容。경찰입니다. 말씀하세요. 네, 여기 목골놀이터 전에 집인데요. 저 지금 성폭행 당하고 있거든요. 목골놀이터요? 네, 목골놀이터 전에 집인데 어느 집인지 모르겠어요. 지동이요? 네, 지동초등학교 좀 지나서 목골놀이터 가는 길쯤으로요. 선생님 핸드폰으로 위치 조회 한 번만 해볼게요. 네. 저기요, 지금 성폭행 당하신다고요? 성폭행 당하고 계신다고요? 네네. 자세한 위치 모르겠어요? 지동초등학교에서 목골놀이터 가기 전에요. 지동초등학교에서 목골놀이터 가기 전요. 누가 그러는 거예요? 어떤 아저씨요. 아저씨 빨리요. 누가 어떻게 알아요? 모르는 아저씨예요. 문은 어떻게 하고 들어갔어요? 저 지금 잠갔어요. 문 잠갔어요? 내가 잠깐 아저씨가 나간 사이에 문 잠갔어요. 들어갈 때 다시 한 번만 알려줄래요? 잘못했어요. 아저씨 잘못했어요. 여보세요, 주소 다시 한 번만 알려주세요. 非常不幸，1分多钟的通话时间，警察简直是鬼打墙式沟通。郭小姐反复强调自己的大概位置，可接线员就像没听见一样，只顾着抛出一堆无关痛痒的问题。录音末尾能听到郭小姐在苦苦求饶。此时吴元春已经破门而入，气势汹汹地冲回了房间。因为撞破了郭小姐在报警，吴元春彻底被激怒了。随后郭小姐遭受了惨烈的蹂躏和毒打，可她手中的电话始终没有挂断，就是为了给警方定位，争取更多的时间。而此时接线员还在锲而不舍地追问，喂，地址是什么？此时通话时间已经接近2分多钟，郭小姐这边除了此起彼伏的尖叫，还伴随着刀具的声音。接线员那头不慌不忙地在说，其他工作人员都还没来。3分钟刚过，郭小姐传来凄厉的呼喊，好痛，我的中指，大叔，我好痛。时间来到4分半左右，
报案中心的其他工作人员竟在那边一本正经的讨论，估计是夫妻吵架。就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闲扯的时候，通话时长已经超过5分钟。郭小姐那边的尖叫声和切割声交织在一起，直到7点36分，这通绝望的报警电话才戛然而止。暴行一直持续到深夜，吴元春满足了自己的兽欲才停下。他本来打算到此为止，但是吴元春开始思考后果，如果放这个女孩离开，自己肯定会被捕坐牢。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在异国他乡攒下的钱可能会被没收，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郭小姐活活掐死。这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了，整整6个小时的煎熬等待，郭小姐始终没有等来警察的救援。随后吴元春操起平时工作用的刀具，把郭小姐的尸体切割成280块，分别装在17个垃圾袋中，准备丢弃在不同的垃圾场。在他进行最后的肢解时，警察总算找上门，将吴元春直接逮捕。此时时间来到4月2日的11点50分左右，距离郭小姐报警已经过去了漫长的13个小时。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漫长的13个小时里，韩国警方究竟都干了些什么。首先要明确的是，郭小姐在4月1日10点50分报警的时候，人还活着，而且也没有遭到性侵。结果韩国警方根本没有出警，接线员呢也是迷之判断，非觉得这就是普通的感情纠纷，也不通知警察去救人，就这么把最佳救援时机给错过了。时间来到4月2日凌晨3点，郭小姐的家人见她迟迟没有回家，意识到她可能出了意外，立刻就报了警。这时候呢，郭小姐虽然遭到了性侵，但好歹人还活着，如果能及时找到她，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警方倒好，带着郭小姐的姐姐开始搜查，从她上班的地方沿着回家的路开始找，搜查过程也非常令人气愤。除了开车的司机，后排的警员大多都在打瞌睡。那他们是怎么搜查的呢？其实就是看哪家灯亮着，上去随便问了几句。那些已经熄灯的家庭，他们就贴心的没有去打扰。搜到池洞游乐场附近还没有线索，警方不顾报案人的哀求和反对，直接拍拍屁股收队回去了。直到早上6点，在报案人不断的哀求下，警方才又派了10个警员出去。上午7点30分，出警人数增加到35人。9点的时候，负责案件的刑事科长才睡眼惺忪地抵达现场。不过这次倒好，没多久就把正在肢解尸体的吴元春给抓住了。而这个地方距离第一次出警收队的位置就只隔了短短的10米。案件细节一经曝光，受害人家属实在难以接受，民众们也一片哗然，纷纷指责警方敷衍的办案态度。案发当晚明明有20个警员在值班，接到求助电话时，郭小姐的哀求和惨叫听得一清二楚，可接线员居然无动于衷，还硬说这只是普通的感情纠纷。民众强烈要求警方公布所有案件细节，彻底反思这混乱的办案逻辑。而池洞警方呢，为了掩盖办案不利的事实，竟然接二连三地向民众撒谎。首先是监控拍下的情况，在案件发生之前，有一位正在巡逻的警员看到吴元春鬼鬼祟祟地藏在变电箱后面，他距离吴元春仅仅只有20步，但该名警员没有上去盘查，原因是他认为吴元春是个可怜的流浪汉，赶走一个借助变电箱取暖的流浪汉是不人道的行为。但这里要注意一点，盘查和赶走是2个不同的行为。如果他当时有上去盘查，说不定这场悲剧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其次就是电话录音，警方一开始公布的版本是精心剪辑过的，只留了15秒。这15秒的录音的确没有办法知道受害人的准确位置，警方也正好拿这个当借口，说没有办法出警。可这件事情越闹越大，民众质疑声也越来越多，警方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只好又拿出第2个版本的录音，时长为1分20秒，就是之前放过的那段。从这份录音中，我们能清晰地听到郭小姐已经明确告知了自己的位置以及遭遇的情况，但他们还在嘴硬，撒谎说受害人说完我错了大叔，我错了，就把电话给挂了，试图为他们的误判合理化。可实际上呢，电话压根就没有挂断，完整的通话时长其实是有7分36秒。吴元春破门而入后，开始对郭小姐暴力殴打和性侵，手机呢应该是被摔到了一边，或者是被她藏在了某个地方。
所以接警室的电话里一直传出郭小姐的惨叫和哀嚎。可即便是这样，接线员也没有引起重视。后来警方发现圆不了谎了，迫于舆论压力，国家警视厅厅长和京畿道警察厅厅长双双提出辞职。最后呢，就是案件判决，同样也是令人大跌眼镜。吴元春被捕时正在肢解尸体，为了逃避性侵和谋杀的罪名，于是编造了作案动机，说自己肢解尸体是为了买卖器官、贩卖人肉。没想到一审法院以此判决他死刑，罪名是人肉流通。要知道，韩国刑案史上死刑是不常见的，除非性质非常恶劣。吴元春没想到给自己挖了一个巨坑，二审的时候又改口了，称自己是因为当晚喝多了酒，意识不清醒才做出性侵的行为，杀害受害者是在性侵过程当中的意外，并且否认了有买卖器官的意图。二审法院认为吴元春银行账户上并没有可疑的金钱交易，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买卖器官的嫌疑，因此认为一审的死刑判决过重，最终改判他为无期徒刑，并对他的个人信息公开10年。目前呢，吴元春还在庆北北部的第一监狱服刑。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评论、点赞，我们下期见。